大家好，家宝妈日志感谢您的订阅和关注，点开通知小铃铛，每次视频的更新都会及时收到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家宝妈妈。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就请点赞、订阅、关注一下吧。今天啊，我来做炸油条，有很多朋友说他们用酵母发面能成功炸出油条。有的朋友留言就说，他们可以用泡打粉加上小苏打才能做出蓬松的油条。今天啊，我决定和2盆面，一盆呢是用酵母来发面，另外一盆呢是用泡打粉加上小苏打来发面。然后我们看2盆面到底炸出来的油条如何。现在呢，我们先从和面开始。冰牛奶220毫升，这个是从冰箱里取出来的牛奶，倒进和面盆里以后，加入5缕泡打粉10克，小苏打2.5克，盐4克，打入1个鸡蛋，这个鸡蛋带皮儿，重量约53克，搅拌混合，再加入炒菜的油15毫升，搅拌混合，边搅拌边加入中筋面粉400克，搅成絮状以后，我们和成一个面团。这团面是用泡打粉加上小苏打和好了已经，我们给它先盖上，放在一边。我再用酵母和另外一盘面。用酵母发面呢，我们一定要用温水或者是温牛奶。这个碗里呢，就是我从冰箱里取出来的牛奶，用微波炉加热了一下。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微波炉呢，就把这个冰牛奶啊，从冰箱里取出来的牛奶倒进这个和面盆里边，在你的那个炉子上稍微的加热，就是感觉到手温温的，就是36、7度，跟我们的体温差不多，就非常好了。这个碗里呢是220毫升的牛奶，加入3克的酵母，再加入4克的盐，然后我们再打入1个鸡蛋，这个鸡蛋带皮儿基本上是53克重。然后我把它们搅拌混合一下，搅拌混合好了以后，然后我又加入了炒菜的油15毫升，就是橄榄油啊、花生油啊都可以。再稍微的把它们搅拌几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边搅拌边加入面粉，然后和面。我总共用了400克的面粉。这个炸油条的面呢，我们不能和得太软，但也不能太硬，因为你太软了之后，我们炸出来的那个油条的形状呀，就不那么好看了，不容易成型。所以说，油条的面不能够太软。用酵母发的面，这团面呢也和好了。我总共和了2盆面，这一盆呢是用泡打粉加上小苏打。现在呢，这2盆面呢，我们都给它盖个盖儿，然后呢，让这个面团啊松弛20分钟。20分钟以后，我们把这2团面呢再揉一下，先揉这个用酵母发的这团面。这个油条的面，我们一定要给它把面团揉的，就是特别的柔顺，就是你感觉到这个面团里面这个不是软一小块硬一小块，特别的均匀。这个面呢，
我们就揉好了，完了给它盖好，再把这团面呢，泡打粉和小苏打发面呢和一下，很轻松很容易的就揉得光滑了很多。然后现在我们就给它放到盆里头，给它盖上2盆面。到时候我们看一看它们的体积有什么变化。好，现在开始发面吧。1个小时以后，看我们的面它的体积有什么变化。这边呢是用酵母发的面，这边呢是用泡打粉和小苏打发的面。看它们的体积非常明显，用酵母发的面呢，1个小时以后，这个体积变大了很多；而用泡打粉和小苏打发的面呢，体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变化。我们继续发面，过一会儿再看一看有什么变化。经过了2个小时的发面，看看我用同样多的面粉和同样多的牛奶和的2团面，它们最终有什么变化？这盆面是我用400克面粉加上220毫升的牛奶，用酵母加了3克的酵母发的面。2个小时以后，它变了至少有双倍这么大。这团面呢，是我用泡打粉和的面，也是用了400克的面粉，加了220毫升的牛奶。为什么2个小时之后它的体积没有什么变化？而且呢，只不过经过了2个小时的醒面，这团面变得更柔顺了一些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酵母发面和用泡打粉发面，它们的发面的原理是不一样的，启发的原理是不一样的。酵母啊是个有益的生物菌，它在一定的温度下和湿度下呢，就会生长、繁殖。然后呢，你会看到这个面团儿，逐渐的变大，然后里边呢就会有很多的气孔，很多的气泡，你会看到这个体积变大了很多。泡打粉啊，就是化学物质，它是由酸性材料和碱性材料组成，它只有在预热的时候会迅速的膨胀，然后你才会看到做出来的成品是蓬松暄软的。这也就为什么我们用泡打粉和面的时候可以用冰水、冰牛奶，然后甚至于我们可以和好了面团放在冰箱里过夜，甚至于过2天。但是呢，等你用的时候呢，你就从冰箱里取出来，让这团面呢回到室温，我们就可以开始炸油条啊，做面食了。所以有的人呢，用这个泡打粉和完面之后，还要等到5个小时、6个小时，然后再去炸油条。这个等待的时间是不必要的，因为我通常在用泡打粉和了这团面之后啊，在经过了30分钟的醒面以后，我就直接开始做油条了，而不是每1个小时再揉一次面，每1个小时再揉一次面，等5、6个小时之后再炸，是一点都不需要等待那么久的。所以说，要想快速的吃到这个油条，这个泡打粉来和这个面呢，是最直接、最简单、最快速的一个炸油条的方法。由于这个酵母发的这个团面呢，已经发得非常好了。如果说我再继续等下去的话呢，那么这团面呢就会发过了头，会发酸。在炸油条的时候呢，起的就不那么好了。然后如果你想起得好呢，你还要用碱面水或者小苏打水，然后把这个面团呢一块和匀了以后，然后再次让它醒发成这样，然后才能炸油条。好，我现在先做酵母发面的这一团面，面板上撒点炒菜油，用手把炒菜油均匀的抹在面板上，这样面团就不会粘在面板上了。手上也沾上了油，我们把用酵母发好的这团面呢，从面盆里取出来，光面冲下，放在面板上。由于我的面板没有那么大，所以我把这个面团一分为2，先做一半，
另外的一半面呢，先放回到面盆里，盖上盖，以防这个面干掉。大家仔细看我的操作，它的底部是沾上了油，上面这一面呢是没有油的。我们用手从中间往两边按，给它按成一个长条，再用擀面杖擀成约0.5厘米厚、宽窄一样的长条，宽窄一样，这样我们炸出来的油条长短是一样的。双手抓起这个长条，离开这个面板，让这个长条的劲儿泄一泄，松弛一下，再切成3厘米宽的大小均匀的面剂子。因为我们家庭炸制油条，3厘米宽的面剂子炸出来就挺大的了。上面的这一面呢是没有沾上油的，两个上下对折摆放，看它的底部是有油的。我们把没有油的两面对折，有油的这一面呢，也就是说冲外，这样你在炸油条的时候，油条就不至于分开就崩开了。然后用筷子从中间压一下，不要压断。油锅加热了以后，测一下油温，筷子头起泡，或者是扔进去一团发面，漂浮起来，油温就刚刚好。抓起油条的两边，拉伸拽开，拽到长短和你油锅的直径一样长短就可以了。下进油锅里之后，要用筷子不停的翻动，我们用中大火保持这个油温是均衡的就好了。你看我们下进油锅以后，要马上用筷子不停的翻动这根油条，让油条的每一面都受热均匀。你会随着这个用筷子不断的给它翻滚，然后这个油条就会慢慢的变得蓬松起来，然后炸至金黄，一根大大的油条，我们在1分钟多一点点就出锅了。所以说炸油条我们要把油温控制好。现在用泡打粉发的面炸油条，同样的面板上撒上炒菜油，用手把炒菜油均匀的抹在面板上，然后从盆里取出泡打粉和的这团面，它的体积没有任何变化，光面冲下，把这个面团一分为二，另一半呢先放回到发面盆里，盖上盖，以防干掉。仔细看，光面冲下沾上了油，上面没有油，我们用手给它整理成一个长条，再用擀面杖擀成0.4厘米厚，顶多0.5厘米厚，一个宽窄一样的长条，用手抓起这个长条，离开这个面板，让长条的劲儿呢，面劲儿松弛一下，再切成3厘米宽的面剂子。没有油的这一面上下对折，这样你在炸油条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油条中间不至于有油而分开。用筷子从中间压一下，测一下油温，筷子头起泡，我们就可以开炸了。手抓起两头，拉伸，拉伸的长短要和你油锅的直径长短一样，就刚刚好。下进油锅以后，用筷子不停的翻动，随着你不停的翻动，你会看到它会一点一点的变得大起来。你看用泡打粉和的这个面，你看它的这个蓬松度，里边的大泡，看着就想吃。也是1分钟多一点点，炸的金黄就出锅了。很快我就炸了18根的油条，全部炸完了。看我炸的油条，哇，我自己看着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好，尤其是刚出锅的。这边呢，这是用泡打粉那个和的面炸的油条，这边呢是用酵母发面炸的，这边呢炸着吃着炸着吃着，这是泡打粉的。特别的大个儿，看着都不知道怎么掰合适了。看着
里边的大泡了吗？特别的好吃，就是那种街上卖的那种味道，特别的好，吃着里边香香的。用泡打粉发面，这个优点就是可以快速的吃上油条。把面和好了之后，然后直接醒面20到30分钟就可以做成剂子，然后油热了之后就可以炸，马上就可以吃上。这边呢是用酵母发面炸的油条，看一看。看着里边的气孔了吗？刚出锅的油条外皮都是焦酥的，真的是特别的香。我个人好像这2个我都喜欢，就是说这个酵母发面呢，你越嚼除了香以外，里边还有一点点甜味儿，那种更香甜的味道，特别好吃。今天我炸了18根油条，现在大家可能就知道了，用泡打粉炸油条和用酵母炸油条同样都能成功。今天我们就把怎么样炸油条，然后这2种方法呢说的已经尽量的详细吧，然后希望能帮助到大家。如果你喜欢家宝妈的视频呢，就给点个赞，然后订阅关注一下吧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